张公子，你这什么功夫啊？乾坤大挪移吗？我看你是平平无奇嘛。老是心怀不轨。刚才摘下珠花的时候，要是在你的太阳穴上一戳，你的小命可就不保了。你喜欢这朵珠花，就送给你啊，不需要动手强抢嘛。那就还你吧。你是小偷。此话怎讲？你偷了我珠花上最大的2颗珍珠。无理取闹，我没工夫理你。你自己看啊，是不是少了2颗珍珠？我没拿珍珠，而珍珠不见了，这就只有一个解释，这就是你故意摘去，再施诡计。张无忌，你若有种，就走到我跟前3步。我不受你激将，你说我胆小怕死，说我没种，都随你吧。算了，今天算我栽到头了，我回去怎么见我师傅啊？张教主，多谢你成全啊！是用8根粗钢条给扣住的，你人凌空在下，没有着力点，即使你武功再高，力气再大，也推不开的。你骂我啊？我假装自杀，害你中计，你一定很气我，你一定会骂我阴险狡诈、卑鄙无耻。张教主，这个陷阱呢是纯钢锁住的，打磨的滑不溜手，连条细缝也没有。哎，你居然能以壁虎游墙功游上去，哼，佩服佩服啊！你也陪我深陷此钢牢，有什么好得意的？这丫头狡猾得很，陷阱中一定有别的出路，不能让她独自逃走。你干嘛？我怕你独自逃出去，要活命，我劝你趁早开了翻版。你慌什么？你跟我又不会饿死在这儿，等一下我下人找不到我，肯定会放我们出去的。可是我担心的是，他们若以为我出庄去了，那就糟啦。这陷阱之中没有开启翻版的机关吗？瞧你生了一张聪明脸，怎么会问得这么笨呢？这陷阱又不是设来自己玩的，这是用来捕捉敌人的。难道在这里面设一个机关，好让敌人脱身啊？哎呀，你别急嘛，休息会儿。不行，我多耽搁一会儿，杨作使和韦父王性命就多一份危机了。你要是再不立刻放我出去，休怪我心狠手辣。好啊，你杀了我，你也出不了这钢牢。喂，那你授受不亲哦，你老抓着我干嘛？我讨厌你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不告诉你，因为你是坏人。不许你说我是坏人。你就是坏人，坏人，坏人！你打我吧，我不害怕你。我讨厌你。我问你，我明教和你素不相识，无冤无仇，你何故要处心积虑置我们明教于死地呢？你不明白的事情太多了，好吧，
既然你问起，那我就告诉你，你可知道我是谁？我不说，你当然不知道了。不，我不需要你从头说起。虽然我很想知道你的身份来历，可是等你从头到尾慢慢说来，杨作是和魏父王早已经毒发毙命。何况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来历是真是假？万一你捏一套谎言胡说八道一番，那只是枉然废时。眼前我别无他法，我就逼你，叫人来开启翻版。我现在只要轻轻用力，你的性命就没了。你还不叫人开启翻版？我无人可教啊！再说，这个钢牢是封闭的，就算你喊破喉咙，也没有人听得到嘛。你还嘴硬！你不信啊？那好啊，不信你自己喊喊看嘛。你欺负我！我哪有想欺负你啊？我只是要你放我出去。我又没不答应放你出去。好，你要我叫，我叫了。哎，来人呐！我掉在钢牢里面了，快来人，把翻板打开啊！喂！你看，没用吧？你不羞，你又哭又笑的，成什么样子？你自己才不羞呢！一个大男人欺负我一个弱女子。你是弱女子，你诡计多端，你比10个男子还厉害。多谢张大教主称赞，小女子当之不愧。你，你要干嘛？张无忌，你要干嘛？我来救人，张无忌已经治好无礼了。张无忌，不要乱来啊！你放开啊！你放开啊！无忌好痒啊！我讨厌你啊！放手啊！张无忌，放开啊！我讨厌你啊！张无忌，你这臭小子，你这贼小子，你赶快放开我！我受不了了！我有一天一定会将你千刀万剐！你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饶了我！饶了我吧！你饶了我！饶了我吧！放开我！放开我啊！张无忌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张无忌！张公子，张家主，你饶了我！饶了你愿意放我出去了？我怕！我怕！帮我把我的鞋袜穿好。你可以放我出去了吧？赵姑娘，适才在下，实在是迫于无奈，如有无礼之处，这里跟你谢罪了。赵姑娘，我走了。
我家主人，请张家主收下，留作纪念。后会有期。走，走。水是。你们怎么会来这里？哦，是这样的，我们一直等不到你们回来，师不回姐怕你们出事，赶来支援，刚好碰到援兵要杀害杨左使他们。好狠毒的诏命啊！无忌哥哥，你说谁呀？这是绿柳山庄的主人，他处心积虑，双管齐下，想置我们于死地。哎，没事了，多谢教主。哎呀，爹，属下不解，在绿柳山庄处处小心，怎么还会中毒呢？那赵姑娘下毒的心机非常高明，我带的花就叫醉仙灵符，此花难得却无毒性。那把甲乙天剑乃是用海底的麒麟香木所制，本身也是无毒，可是这两股香气混在一起，变成了剧毒之物了。哎呀，都怪我呀，我手痒啊，拔出倚天剑，我瞧什么瞧啊我！他既处心积虑的设法陷害，魏福王就是不去动剑，他也会差人前来拔剑下毒，那是防不了的。你们看，这位赵姑娘早就算到咱们解毒之后会去烧庄，她就先把庄子烧了。此人虽是女流之辈，确实是个劲敌呀。不回妹，无忌哥，无忌哥，你快劝劝殷六侠吧。怎么了？都一整天了，殷六侠他不肯吃也不肯喝的，跟他说话也不搭理我，就是眼睛也不肯睁开。你看，六叔，不悔说，我问你一句话，你要老实回答我。小侄知无不答。我的断肢有没有希望复原？你答应我的，知无不答。有。我不信，我不信，你在骗我。不，你是在安慰我。真能复原的话，你30伯就不会躺在床上残废20年。我不想像你30伯那样，做人没有尊严，事事叫人服侍，处处看人脸色。我不想活得那么没有自尊，我不要！六叔，你把我杀了！你是我侄儿，当侄子的就要听叔叔的话，快动手！六叔，你听我说，你把我杀了，快把我杀了！我情愿一了百了，死了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快动手！动手啊！你把我杀了，快把我杀了！在感情上，我已经是个伤兵了。现在我活着一点意义也没有。无忌，我求你杀了我，让我早点解脱，让我早点脱离这个悲惨的世界。黑玉断续膏。我熟读叠骨医仙胡青牛的医经，记得上面有记载，在西域有一路外家武功，疑是少林外支，手法极其怪异，断人肢骨，无药可医。仅其本门秘药黑玉断续膏可续接断肢，然而这个膏如何配制，却其防不传。六叔，你要相信我，我不是信口开河。无忌，你去少林寺就是讨那个黑什么？黑玉断续膏。无忌，你给了我生机，就不要让我失望，好吗？不会的，六叔，哪怕跪求，我也要坤文大师给我黑玉断续膏的。六叔，您安心吧，我回房去了。无忌哥，刚才你说的黑玉
断续膏，真的有这种圣丹妙药吗？这只是胡青牛的衣襟记载，到底少林寺有没有黑玉断续膏，我不敢保证。那你……我答应了六叔，我会竭尽全力去找。哦，不悔妹，我还要谢谢你，谢我什么？照顾六叔。其实，小时候我常听我娘聊起殷六侠，娘对她总是充满了愧疚，每每提到她，娘的眼泪就怎么也流不止。可能是小时候听娘说多了，心里对殷六侠就有一种说不出的好感。我总觉得我应该为我娘做些补偿，我也说不上来。不跟你说了，我去看看殷六侠，他肯不肯吃一点东西。公子，你回来了。我倒茶给你喝。小赵，以后你不用再做这些丫头的建议了。我服侍公子是心甘情愿的，不论是什么建议呀。哎，这里面装的是什么呀？我怕盒子里装着什么毒虫毒药、毒箭暗器的，所以不敢开。说得对，这赵敏姑娘诡计多端，叫人防不胜防，是应该当心一点。小赵，你过来。好漂亮的珠花啊！这珠花，我曾从赵敏鬓边摘下来过。这2颗珍珠，她又重新穿起。我不明白她是何用意。公子，这位赵姑娘对你可好得很呐，特地派人送这么贵重的礼物给你。我是男人，要这种姑娘用的首饰有何用呢？小赵，你拿去戴吧。不，送珠花给你，就表示人家对你有情意呀，我怎么敢收呢？小赵，你瞎说什么呀？拿去。我这……公子，难道送你个礼物也不成啊？好吧，小昭只好谢过公子了。想聊聊吗？聊什么？聊你心里想的事啊。小赵，你真的是……怎么啦？我心里有什么事都瞒不过你。小时候，我和爹娘在去武当山的路上，被援兵绑架了。在那个时候，我见到个小女孩。是赵敏？我不敢确定是不是同一个人。刚才我们被援兵围攻的时候，是谁下令撤走援兵的？是赵敏。由此联想，应该是同一个人。他气宇不凡，言行举止透露着贵族气质。由他能指挥援兵来看，赵敏定是皇家之后。只是我不明白，他为什么要针对我呢？心中有太多的疑问，让我想不通。疑问？在深陷绿柳山庄刚牢的时候，赵敏不提不问我为何清楚中毒之事，又为何知道解毒之法？要不是他对我了如指掌，为何对我每一步要走的路都清清楚楚呢？想来，不禁令我脊背发凉，越想越觉得可怕。公子，你也不必再钻牛角尖了。我相信你和赵敏还会有碰面的机会，到时候你再找他一解心中的迷惑。也只有如此了。
碰我的，太凶了。不过真气自己，当时怎么不给他2个耳光？不许你说我是坏人！你就是坏人！坏人！坏人！难道在那个时候我就对他有……不行，我不能乱想。我答应爹要帮他平乱，消灭叛军。明教是叛乱的根源，绝不可心软。教主，吵起来了！吵起来了！你说什么？哎呀，他们父女俩吵起来了，吵得好凶啊！哪2个？哎呀，还会有谁？杨逍和他女儿杨不悔呀！你被我说到心里的痛处，恼羞成怒了。你还说？爹，应该面对的，总是要面对，你躲也没用的。因为你是我爹，所以我才会这么说。我相信这么多年来，你心里也不好过。夺人所爱不是男子汉的行径啊，爹。我跟你娘是两厢情愿。那你告诉我，为什么娘不肯跟你厮守终身？因为她觉得她对不起跟她早有婚约的殷六侠，所以宁肯一个人把我抚养长大。她为你取名不悔，也是证明她对我的情谊。永不后悔，爹。教主，无忌哥哥，我刚才听韦福王说，你们父女起了争执。教主来的正好，请教主说句公道话。明天一早，我们必须赶往嵩山少林寺，因为殷六侠行动不便，怕耽误行程，我想让他暂住客栈，派2个人照顾他。待少林事毕之后，我们再回来接他。可是，不悔执意要留下照顾六侠。说是爹，他不方便说，我来说。我之所以要留下来，是要代母补过，替父赎罪。这个，常言说到，清官难断家务事，我在这儿是多余的，我睡觉去了。家务事的确难处理，不过杨左使，你要我直说，我就说了。此番前去少林寺，吉凶未定，去的人越少，就越减一分危险。其实我本来也就想把小昭、不悔还有我六叔留下来。至于不悔妹妹为父母补过赎罪，在我认为，任何人都无权否定甚至反对她的一片孝心。杨左使，一切依教主之言。好了，我们要出发了。公子小心呐！爹。对不起啊，昨晚的事，您不要生女儿的气好吗？教主，山门是开着的，我们是按常理先递名帖，还是……教主，当年我和师公就坐在这儿，身受日晒夜寒、风吹雨淋，煎熬了3天3夜。少林寺不开门就是不开门。我好思念师公啊！教主，我和空文大师有约，直接入寺，不必拜帖了。哎，教主，少林寺似乎发生过一场大战，你们私下找找，能不能寻得少林僧人可以为民降油？是。
进去看看。这里经过了一场激战，看起来非常惨烈。少林神宿何止1000人，怎么一个人都不见？名叫张无忌，求见方丈空文大师。一个人都没有，看来事非寻常啊！属下推论，少林必然受到重创，只是不知江湖中哪个帮派有如此能力呀？教主，教主，启禀教主，少林罗汉堂中的18尊罗汉像好像给人移动过，不知其中是否有蹊跷？去看看。教主，我实在看不出这18罗汉有什么古怪。禀教主，这每一尊罗汉像都像给人推动过。本来属下疑心后面另有门户道路，但探查四周均无密门密道。奇怪呀！教主，上面有字。怎么有字？刻痕甚新，显然是刚刻不久啊。既然一尊罗汉像有字，那么其他罗汉像的背后肯定也有字。有道理。把每尊罗汉像都转过来看看。先诛少林，再灭武当，唯我名叫武林称王。教主，咱们快把这些字刮掉，不做冤大头。敌人用心恶毒，但是刮去这几个字，也未必有用。是啊，少林被灭，这账算到我明教头上，那可怎么办？刻下这16字之人，既是存心嫁祸本教，使本教承担毁灭少林派的罪名，好让武林群起而攻。可是为什么又是罗汉像背向墙壁，不将这16个字翻向外面呢？对呀，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，这些罗汉像一定是另外有人转过去的，有人在相助本教。这个人是谁呀？这其中的原委也只有教主，先诛少林，再灭武当，只怕武当派即将有难。前往武当山的路上，可想而知，目的是在阻截武当派的救兵。教主只管赶路，属下与他们纠缠。为父王自重了。教主放心，我老蝙蝠一向不打兵。我要回去，我要回去！叶六侠，你不可以动的。武当有难，身为武当派弟子，我不能不回去啊！你不能动的，你不可以乱动的。我是个废人，我没用，我没用啊！武当有难，我却帮不上忙，我是个废人，我没用。
我没用啊！你不要这样啊！你现在是不可以动的，你千万不要这样子。像我这样活着，真的生不如死，还不如死掉的好。我求求你，你杀了我吧，好吗？银六侠，你不要难过了，也不要自暴自弃，我会照顾你的，你放心吧，我会在这儿全心全意的照顾你的。无忌哥哥说他会帮你找到黑玉断续膏，为你续接断肢，起码你要为着希望而活啊，对不对？银六侠，你就放心吧，无忌哥哥会尽力的。再说，我爹已经飞鸽传书通知光明顶了，现在啊，正带人赶去武当和教主会合呢。你放心吧，武当一定不会有事的。杨姑娘，不悔，你可以叫我不悔啊。不悔，我求你一件事，你说吧。带我回武当。身为武当弟子，我必须为武当去死。好。和尚，难不成是少林寺僧人？怎么会是一个人呢？来者止步！是哪一路的朋友深夜光临武当？少林僧人空相有急事求见武当前辈张真人。原来是少林派空字辈的前辈大师，请。来者止步！哪位朋友夜闯武当？少林僧人空相有急事求见武当前辈张真人。原来是少林派空字辈的前辈大师，请。当真？这等毁寺灭派大事，空相怎敢胡言乱语？就请道长立即禀告张真人，事在紧急，贫僧求见，片刻延缓不得啊！大师来得不巧，比师祖自从去年做官，至今1年有余啊。既然如此，那请通报宋大侠吧。大师伯率同诸位师叔和贵派联盟，远征明教未返。远征明教未返？不对呀，依时间推算，难不成大师伯他们在途中遇上了麻烦？哎，武当无人主事。想来武当派也会和我少林派一样难逃此劫啊！地派事务现由于三师叔主持啊。于三侠手足有伤，行动不便，贫僧是否能前去和于三侠说明来由啊？那大师随我来。好。谁呀？少林寺空相大师求见。进来吧。是，请。喂，对不起啊，师兄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来人！来人！对不起啊。来人呐！来人！来，进来。到后山小院见祖师爷去。是。少林派哪一位高僧光临寒舍？老道未曾远迎，还望恕罪。张真人果然是一代宗
声辨认，贫僧由衷的感佩。弟子参见祖师爷。起来，起来。不知大师法号？贫僧少林空相，参见武当前辈张真人。不敢。大师不必多礼，深夜来访必有要事，请说话。日前少林派惨遭千年未遇之浩劫，明教为报6大门派围攻光明顶之仇，偷袭少林寺。本派自方丈空文师兄以下僧俗弟子，或战死，或被擒，仅贫僧一人拼死脱逃。现今明教大队人马正向武当而来，贫僧是特来告警的。明教竟然如此猖狂，只是老道不解，少林寺高手如云，怎么会遭到了明教的毒手呢？明教假扮围攻光明顶凯旋而归的我派中人，因此刘寺僧众不防，被明教杀的是措手不及。一场激斗，我少林派以假乱真，有谁能防啊？张真人，今日中原武林的存亡荣辱，全系于武当一派。贫僧恳请张真人为我少林雪耻报仇啊！空相大师，武当少林本是一家，这灭寺之仇。师父。师父，你没事吧？纵横江湖一生，没有想到着了假空相的道，只怪我年轻时缘起少林，心中一直与少林有不解之情，才没有防备。糟了，听师公说话的声调就知受伤着实不轻。如果我推断没错的话，师公腹脏已损，我是否应立即表明身份，相救师公？三师叔，师公，明教大队人马到了紫霄宫，口出污言秽语，说要踏平咱们武当派。他们那么快就到了？这位假冒的空相大师，定是明教先前派来取我性命。他抱着必死之心，全力搏命一击，重伤于我。若奸计得逞，咱们武当今日恐怕要步少林后尘，难以自保。师父，我们跟魔教拼了吧！不许逞匹夫之勇。武当兴亡，无足介怀。只是武当派的绝学却不可因此而中断。代言，师父，我做官18月，悟得武学精要，太极剑和太极拳已无瑕疵。此刻，我传授于你吧。师父，弟子残废已久啊！我听着，我这套太极拳和太极剑跟当今武学全然不同，讲究以静制动，后发制人。远桥、连州、松溪、黎亭、生谷都不在身边，代言，你必须身负传我生平之绝艺的重任呢。是，请师父赐教。这是太极拳的起手式：揽雀尾，单边，提手上势，白鹤亮翅，搂膝袄步，颈部斑斓垂，如风似壁，十字手，抱虎归山。太极既是以慢打快，以静制动，阴阳变化，果是精微奥妙的上乘武学。
这套拳术的诀窍是虚灵顶劲，含胸拔背，松腰垂臀，沉肩坠肘，16个字，纯以一形最忌用力，形神合一。代言，你懂了几成啊？弟子于鲁只懂得3、4成。那也难为你了。你武师弟悟性最高，可惜不幸早亡，否则当传我这门绝技。这拳劲首要在似松非松，将斩未斩，尽断亦不断。张三丰，再不出来，我一把火烧了你道观！快出来！代言，你全身残废，明教不会对你防备，千万戒急戒躁，更不可强行出头啊！倘若我苦心所创的绝艺不能流传后世，那你可是我武当派的罪人了。弟子受教。走吧，去见见明教的人。抬我，跟着师傅。这位是我师尊张真人，各位来到武当，不知有何见教？难道没有为首的可以答话吗？教主到！白朴，原来一切都是他在捣鬼，难怪少林派会一败涂地。晚生张无忌今日得见武林中北斗之王，幸会幸会。张无忌，老道万万没有想到，明教教主竟是如此年轻俊美的少女。巧的是，名字又偏和我那无忌徒孙相同。张真人，您真是好眼力呀，一看就知道我女扮男装啊。贫道的几个徒儿不自量力，曾赴贵教讨教高招，迄今未归，不知他们下落如何，还请张教主明示。宋大侠等人在本教的手中，而且受了点伤，不过性命并无大碍。至于那位殷六侠嘛，我那姓殷的小徒呢？哎呀，那殷六侠就可怜了，和那位于三侠一模一样，这四肢啊被大力金刚指全给折断了。施主，这人呢是死不了，不过动弹不得。师祖，师傅，啊！哎呀，张真人似乎身体不适哦。不劳张教主操心，老道健朗得很。那晚生就有一句良言相劝了。讲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滨莫非王臣。我蒙古皇帝威震四海，张真人到时若能孝顺，皇上肯定另当书封，武当派大蒙荣宠。宋大侠等人人无恙，到时肯定会封爵加禄啊！明教虽多行不义，胡作非为，却一向与援兵作对，曾几何时却投了朝廷。老道是否封官太久，倒是孤陋寡闻了。弃暗投明嘛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少林派空文神僧以下，个个都效忠朝廷。本教见大势所趋，
追随天下贤豪之后而已呀。元顺帝残暴，多害百姓，这是民怨四起。贫道虽是方外出家之人，但也知大义所在。空文乃当世神僧，岂能为势力所趋？你这姑娘何以说话颠倒是非？这么说，张真人是不肯归顺我朝了？你字字句句听得一清二楚，还要贫道重复吗？张真人既然如此冥顽不化，那我也就没什么话好说了。请各位跟我走吧。魏夫王，名叫张教主坐下，晚辈韦孝参见张真人。韦先生不必多礼。久仰清义福王清宫绝顶，世所罕有。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呐。张真人夸奖了。姓赵的，你冒充明教，破坏本教名声，用意何在？男子汉大丈夫，何必如此阴险毒辣呢？哼，我本来就不是什么男子汉大丈夫，小女子阴险毒辣，你想怎么样啊？你不要老是这么男不男女不女的好不好？害得我口快说错了话哦。咱们言归正传，你冒充我明教之名，先攻少林，再扰武当，到底是居心何在？你又是什么来历？啊？不说话，那我就要开骂了啊！我要骂到你说实话为止。你这个臭哪个替我张嘴？是。嗨，是我，让个路！明教张教主坐下，游行散人布袋和尚说不得，参见武当掌教祖师张真人。你们把贫道弄糊涂了，到底谁才是明教的人呢？啊，比教奉张教主之命赶来救援，现都在武当山下听候差遣。哼，虚张声势啊！要不要我发信号攻上山来，证实我所言不假？啊？你是说奉教主之命？我是这么说了。那他人呢？叫他来见我。哈哈，你这话一出，你就不打自招，承认自己是个冒牌货了吧？张真人也已经分出敌我了吧？啊？你别得意，就凭独鞭符和一个臭和尚，成不了什么气候的。再加上我呢，我排名鹰王殷天正。鹰王，你也来了。接到光明左使杨逍的传令，知道亲家有难，一路上我骑死了8匹马，飞奔而来。张真人，晚辈斗胆叫一声亲家，请恕罪。我徒儿张翠山和你千金殷素素已结成夫妻，你叫我亲家，那是理所当然的了。明教的高手越来越多，筹划多时，审慎安排的计谋，看来今日难以成功啊。但是好不容易将张三丰打成重伤，这是千载难逢、绝无第二次的良机啊！今日若不乘此机会灭了武当派，日后将更加棘手了。江湖上传言武当乃正大门派，岂知耳闻不如目见。哼，原来武当暗中和魔教勾勾搭搭，全仗着魔教撑腰，哼，根本不值一提。哎，赵姑娘，你这句话说的太没见识了吧？张真人威震武林的时候，只怕你爷爷还没出世呢。你个小孩懂什么呀？是你说的对，还是我没见识？那得由武当来证明啊。如何证明？今日前来，专程讨教武当绝学。武当派不论哪一位下场，我们都乐于奉陪。武当派到底是确有真才实学，还是浪得虚名？交战之后，既能昭告天下了。至于明教和我的过节，日后再慢慢算账也不迟啊。哼，张无忌这个臭小子，奸诈狡猾，
我日后见了他，一定要扒他的皮，抽他的筋，以消心头之恨。哎呀，很好，很配。杜蝙蝠，你说什么呀你？啊，赵姑娘，本教张教主少年英雄，你赵姑娘美貌如花，看起来年纪比我们张教主呢还小几岁。哎，这么着，我老蝙蝠给你们做个现成的媒，你就嫁给我们教主如何啊？啊？张真人，你若不肯露一手，就留句话下来，说这武当派呢乃欺世盗名之辈，我就立刻带人下山，并归还宋远桥等人。天都亮了，这样吧，一战定输赢。阿大、阿二、阿三，你们站出来。张真人只需将我这3个不中用的家人打发了，我就佩服武当派的功夫，确实是名下无虚。要不然嘛，江湖上自有公论，也不用我多说。张真人，你就先跟我家的阿三比比拳脚吧。张真人，请。好雄厚的内力啊，连老夫都自叹不如。这丫头手底下怎么那么多奇人异事啊？张真人，你要是不想下场，只需交代一句，我不会动蛮硬逼哦。太师傅，这位施主要见识我武当派的拳技，又何必劳动太师傅大驾？让弟子演几招给他瞧瞧也就够了。这位施主足登青砖使的是少林派金刚伏魔的外加神功，像是西域少林一支的高手。你小孩强出头，恐怕以卵击石啊！少林外支啊，那我更有兴趣了。师傅，他怎么会太极拳呢？这明小童不是你的弟子吗？我没见过他呀。啊？定是我将太极拳传给你的时候，他在一旁学会的。此子天赋极高啊！用意不用力。太极元传。不是断绝。当得机得势。令对手齐根自断。一招一式务须节节贯穿。阿三，拿黑玉断续膏来。
本门的虚功妙药，秘密之极，连本门弟子也不知道。你这小童从哪里听来的？我是顺口试探，看看胡青牛的易经是否有误，还真有了。拿来。没有。拿药来。没有。拿药来。没有。如长江大河，滔滔不绝。把黑玉断须膏拿出来。想不到堂堂的明教大教主这么没出息呀，在武当假扮起道童来了。赵姑娘言之差矣，先父翠山公正是太师傅座下第5弟子，子随父，我张无忌就是武当人，不须假扮。徒孙张无忌叩见师公和三师伯。事出仓促，未及禀明身份，还请恕欺瞒之罪。孩子，我一直以为你已经……太好了，你没有死，太好了！太师公，无忌好想你啊。翠山有后了，他可含笑九泉了。张志远，恭喜你啊，教出这么一位好徒孙呐！我也应该恭喜你呀，生了这么个好外孙。什么好外孙、好徒孙啊！2个老不死，生了一个奸诈狡猾的小鬼出来。赵姑娘，阿三是你的手下，想必你定有黑玉断须膏了，请赐予我3师伯6师叔，以便治好他们的断肢。哼，我为什么要给你啊？我啊，恨你入骨，不将你碎尸万段，难抵昔日在绿柳山庄罡楼中对我轻薄羞辱之罪。那日，为了解救我教中人，事在紧急，才不得不出此下策。其实在下绝无丝毫轻薄之意。你要黑玉断须膏，那也不难，只要你答应我3件事，我便双手奉上。哪3件事？我现在还没想起来，等到我想起来了，我说1件，你就做1件。那怎么成？如果你要我自杀，要做猪做狗，我也必须依你。我不会让你自杀啊，也不会叫你做猪做狗。就算你肯做，只怕你做不来。好，只要是不违侠义之道，而我又做得到，我张无忌依你也无妨。公子，赵公子，哎，小赵，公子，你没事吧？啊，我没事，你放心吧。你怎么来了？啊，我和不悔姐陪殷柳霞他们一起来的。那六叔呢？哦，他们就快到了。阿大在。去把姓张那小子的2条胳膊给我砍下来。是。让开！姓赵的丫头，你太卑鄙了！用倚天剑欺负我教主手无寸铁！我就是卑鄙，怎么样？谁叫他把我送给他的东西转送给别的女孩？无忌，看太极剑法。
看清楚没有？看清楚了。还记着没有？已忘记了一小半。现炒现卖也难为你了。现在怎么样？已忘记了一大半。糟糕，教主越忘越多，那他就……张真人，你这路太极剑法很是深奥，看一遍无忌怎么记得住的？请你再使一遍，给我们教主瞧清楚。现在呢？我这下全忘了，忘得干干净净的了。不坏不坏，忘得真快呀！他们徒孙俩在干什么？哼，临阵学武未免太迟了吧？主人，属下无能，甘领罪责。且慢！不留下黑玉断虚膏，休想走下武当山！是他们！是他们！是他们！教主！公子，是他们！是他们！教主！教主，无忌，还不出来？还不出来？你魏福王，你不要走一步就叫一句，烦不烦呐？嘿，教主中了玄冥二老的玄冥图掌，我是在担心他呀。这教主和张真人在里头好半天了，不知道他。师公，您在笑我啊？不是，我是在想，我活了100岁，这100年来的人生经历还没有你几年的精彩。我还真不想有这种经历。在四门关前，不知道走过多少回，这种曲曲折折的遭遇，我实在无法承受啊！过去了，一切的不愉快都过去了。师公，您可知无忌无时无刻不在思念你啊？我又何尝不是呢？你父翠山是我最疼爱的弟子，爱屋及乌。我对你呢，自有一番疼爱呀。自你失踪之后，我不断自责，不该让你去蝴蝶谷啊。好在老天助你，化苦为甘呢。教主，你的伤怎么样了？咱们徒孙一聊就是大半天，他们一定是等焦急了。走吧。教主，张真人，你们都在外头啊？属下忧心教主啊！你们难道忘了我有九阳神功护体？玄冥神掌的阴寒对我来说一点也不碍事。我是久未见到师公，一聊忘了时间了。当年为救无忌，贫道我曾和挟持无忌的玄冥二老之一过招。说来惭愧，时至今日，咱们还摸不清对手的底细呀。那姓赵的丫头不知什么来历，连玄冥二老如此高手，竟然也甘心供他驱使。不管他身份如何，咱们眼下有2件大事。第一件是去抢夺黑玉断虚膏，
好治疗于三伯和殷六叔的伤。第二件嘛，是设法打听宋大师伯他们的下落。我残废了20年，便真有仙丹神药，那也治不好了。无忌，你还是先救大师哥他们吧。三师伯，你这几天发生的事，你六叔都跟我说了。让我喘口气，让我喘口气。看到你，就想起了当年的我。六弟，你我同我，真的是同病相怜呐。张公子，杨左使他们都准备好了，就等你号令出发。我知道了。无忌，你去吧。三师伯，六师叔，无忌告退。无忌呀，千言万语只有一句话：勿以善小而不为，勿以恶小而为之。师公耳提面命，无忌谨记在心。那就一路小心啦。无忌告辞了。不回，你回去吧，好好照看殷六侠。知道了，爹。无忌哥哥，我有几句话想跟你说。你说呀。有话就说吧。哎，杨左使，哎，走，咱们走啊，走，走。就你我了，你要跟我说什么？无忌哥哥，我娘走的时候托你照顾我的，对吗？是啊。你万里迢迢的将我从淮河之畔送到西域我爹爹的手里，这中间经历了很多千辛万苦，此番恩德，我只深深的记在心里，从来也没有跟你提过一句。哼，那有什么好提的？倘若我不是陪你到西域，我自己也就没有这玉盒，只怕此刻早已毒发而死了。不会的，你仁侠厚道，自能事事逢凶化吉的。无忌哥哥，我从小就没有了娘。爹爹虽亲，可是有些话，我还是不方便对他说。你虽然是我们的教主，可在我的心里，还是把你当亲哥哥一样看待的。所以，既然你当我是亲哥哥，还有什么话不能说的？无忌哥哥，你说，我爹和我娘，他们是不是对不起殷六侠？过去往事，不用再提了。不错，对别人来说这是很久以前的事情，可是殷六侠他始终都没有忘记我娘啊。这次他身受重伤，日夜昏迷，可是他还时时的拉着我的手，不停的跟我说：“小福，你不要离开我。我现在手脚都断了，我成了一个废人了。你千万不要离开我，千万不要把我抛下，我求求你了。”无忌哥哥，我越想越觉得他可怜，越想越觉得我爹娘对不起殷六侠。我已经亲口答应了他，不管他手足痊愈也好，终身残废也好，我都要陪他过一辈子，永远都不离开他。不会，妹妹，已经对六叔托付终身了。我已经斩钉截铁地跟他说，他要是一生一世动弹不得，我就一生一世地陪在他床边，侍奉他饮食，跟他聊天解闷儿。可是你这……我不是基于同情，也不是一时的冲动。无忌哥哥，我在来武当的路上已经想了很久很久了。现在殷六侠他离不开我，我也离不开他。无忌哥哥，我知道你对我好，有时候我想，你好几次救了我的性命，我确实
是应该服侍你一辈子的。然而，我总当你是我的亲哥哥一样，我心底里敬你、亲你，可是对殷六侠，我是说不出的喜欢，说不出的可怜。不错，他年纪大了我1倍还多，又是我的长辈，世俗的眼光会笑话我，而且我爹爹又是他的死对头，我也不知道今后会怎么样。可是无论如何，我都把心里话跟你说了。别老哎哎的，有话就说。哟，你还真以为你是教主的岳父大人，架子端起来了？你想说什么？我说什么？你我心里都有数。你女儿不悔和教主从小一起患难过，人家说呀，患难见真情，所以我肯定他们是有真情的。哎，教主来了，你瞧步子多沉呐，这是小两口别后的心计。杨左使，恭喜啦！你不要口无遮拦。教主，说不得呢。属下要他速去与赶来的兄弟会合，不必上武当了，回光明顶去了。啊，是应该，免得大队人马劳师动众的。有关追寻赵敏，属下有一建议。杨左使，请说。教主，赵姑娘出门是前呼后拥，不可能单独行动的，要查她的踪迹不是难事。我建议咱们分从东南西北4处搜寻，不管找得着找不着，明日正午在古城会齐。教主遵意如何？甚好，那我和小昭往西方找。我南，东交给我，我往北去。那好，只是玄冥二老武功极是厉害，3位倘若遇上赵敏一行人，能避则避，不必孤身与之动手啊。是。小昭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。客官来了谢谢。老板，这是一条官道吧？是呀，这出镇入乡，都得从这儿经过啊。那请问，可曾见过一乘黄缎软轿经过？有啊，那排场可叫咱们乡下人开了眼界了。对了，还有3个重病的睡在那软兜里抬着，往西，朝黄龙镇去了，走了还不到1个时辰。谢谢老板。小昭，赶快吃，咱们好追上他们。嗯。小昭，一路上没听你说什么话，有心事啊？还给你。想说什么就说吧。客官说好。小昭不配带着珠花。你不配谁配啊？不悔姐姐啊。不悔？公子跟不悔姐姐曾患难共真情，像这么贵重的东西，公子应该送给有情人呢。不错，我和不悔妹妹是有情，不过我们俩是兄妹之情。这次在武当山上，她跟我谈了很久，她告诉我，她喜欢的是我六叔，要跟他厮守终生。哎呀，小昭，你可千万保密啊，别让他爹知道。小昭。我是不是太小心眼儿了？其实你对我不但有恩，更有情，我送你理所当然。你真这么想啊？小昭，我跟你说过一句假话。既然你不要，我就送给不悔妹妹做成亲之礼。还我！送给人家的东西，哪有要回去的道理啊？你们女孩子实在搞不清楚心里想些什么。公子，你认为赵敏会住在这毡帐之中吗？赵敏相貌说话和汉人无异，但他行事作为骄横豪奢，
带着几分蒙古之风。有屋子不住，在大街上住毡帐，那不是太怪异了吗？元人占据中土已久，别说蒙古人，就连大都汉人的豪绅大贾以尽学蒙古风尚为荣，那也不足为意呀。好，就听你的。小昭，你在这等我。戒备森严，我要怎么进去？他四肢被我震碎，此刻定是用他本门灵药黑玉断虚膏敷治，现在不抢更待何时？他四肢被我震碎，此刻定是用他本门灵药黑玉断虚膏敷治，现在不抢更待何时？什么人？赵明诡计多端，万一他故意在这黑瓶中放了假药来引诱我上当，那岂不是为了救三师伯六师叔，反而害了他们？瓶中纵是假药，从他们伤处刮下的，绝技不抢。我很担心你啊！刚才我真担心你会……你放心吧，我没事的。对了，你去一趟古城，通知杨潇他们回武当山。这只黑瓶乃是一块大玉雕成，深黑如漆，触手生温，盎有古意。就是这只瓶子，也是一件极其珍贵的宝物啊。很是刺鼻啊！师公，我就怕赵敏玩阴的，特别从阿三的伤处拿了一块，你瞧瞧。颜色、味道一模一样，所以无忌认为，应该就是黑玉断虚膏，没错了。三师伯，你的旧伤都已愈合了，此刻医治必须将你手脚的旧伤全部重新折断，再行接续。希望你能忍得一时之痛。我从不敢奢望20年的残废能重新痊愈，最坏也不过是治疗无望。20多年来，我什么都不在乎了，你放手吧。不悔妹，请你。我不要出去。你不出去，我怎么帮他们退医疗伤呢？教主呢？在为于三峡、阴六峡敷药续骨呢。教主，教主，你们都赶回来了。无忌哥哥，我能不能进去看看阴六峡？徒儿太过关心阴六峡，不是什么好事啊。怎么没见外公啊？殷白眉回天鹰教继续做他没做完的事。公子，你累了一个晚上，要不要去歇会儿？公子，你该休息了。公子。
我心里不踏实。以我理解的赵敏，他绝不会甘休我夜闯他的行营，抢夺黑玉断虚膏的。公子是认为赵敏应该有所怀疑才是啊。他越没动静，我就越难安心。无忌哥哥，无忌哥哥，殷六侠他已经痛得晕过去3次了。什么？三师伯，是断骨处痛得厉害吗？断骨疼痛也就罢了，是觉得满腹的奇痒难忍呐，就好像有千万条小虫在乱爬乱钻呐。这是身中剧毒之象啊！六叔，你觉得怎么样？红的、白的、绿的、蓝的，鲜艳的景啊，好多小球在飞。快看，快看，飞在飞！七重七花膏以毒虫7种、毒花7种，捣烂煎熬而成。中毒者先感内脏麻痒，如7重咬啮。继而眼前现斑斓彩色，奇丽变幻，如7花飞散。7重七花膏所用7重7花，因人而异，南北不同。大凡最具灵验神效者，共49种配方，变化一方复63种，故需施毒者方能解毒。无忌哥，殷六侠真的是中了剧毒吗？我已是再三小心谨慎，可最终还是上了赵敏的恶当。他在黑鱼瓶中所成的固是7重七花膏，而在阿三身上所敷的也是这剧毒的药物啊！他不惜牺牲一名高手的性命引我入宫，他的心肠手段，毒辣的令人发指。无忌哥，你一定要救他们啊！救！爹，孩儿体会到您当年为何会自刎的心情。我害了三师伯和六师叔，我是个凶手，孩儿铸成了大错，除了自刎一线之外，却是别无他法。爹，孩儿要步您的后尘了，一命抵命了。无忌，师公，无忌，师公，我是个罪人，我害了师伯师叔啊！师公，我该死，我该死啊！起来。当初我没来得及阻止你爹，这一直是我心中的痛，我不允许，也绝不准重蹈覆辙。无忌呀，你经历了多少生死关，难道还看不透？自刎是弱者的行径，你造成的错误就要挺起胸膛去面对，去解决，万万不可以以死来逃避。你想通了吗？无忌通了。七重七花之毒真的无解吗？这7重7花膏，至少也有100多种配制之法，
我不知道赵敏用的是哪7种毒虫，哪7种毒花，要化解此种剧毒，全仗以毒攻毒之法。只要少一认错是哪一种毒花毒虫，用药稍错，立刻便送了3伯6叔的性命。若真如此，代言黎庭也只有各安天命了。师公，还有一法可行。找赵明。他施的毒必然有解药。我不赞成你去找他。师公，你宅心仁厚，热诚善良，决斗不过奸计百出、阴险狡诈的赵敏。你去找他，吃亏上当的还会是你。无忌啊，我不希望你出事。武当一派还需靠你传承，靠你永续呀。可是，无忌哥哥，无忌哥哥，武当道兄来报，说是赵敏在谢界碑要见你啊！你说的是真的？我要去杀了他！我去找他。公子，公子，把这个去还给他。我们和这姓赵的仇深似海，身上不能留下他任何物事。没我的命令，谁也不准跟我去。解药给我！你胁迫过我一次，这次又想故伎重演啊？给我！我专程来看你，瞧你凶巴巴的，这岂是待客之道啊？少跟我打哈哈！我要解药，你要是不给我，我就怎么样？杀了我啊？你不怕杀了我，于大爷、殷离庭也活不成了？反正他们没有解药也是一死。我今天就拉着你和我一起陪葬。哎，要死你自己去死好了，我干嘛要跟你一起死啊？少臭美了！我是跟你说正经的，你要是不给我解药，今日便是你我同时毙命之日。你手上是什么？你的书画还给你。你干嘛不要我的东西啊？你捉弄我这么惨，我不要你的东西。那我问你，既然你不要我的东西，你干嘛向我要解药啊？怎么，不说话啦？我说不过你，我懒得理你。老实跟你说，你中了玄冥二老的2掌玄冥神掌，我特地来瞧瞧你伤得怎么样了。没想到你一见到人家就是死啊杀啊活的，差个不清。哼，好心当成驴肝肺。喂，你放不放手啊？其实你心里很清楚，我们俩距离这么近，就算你放了手，我也打不过你啊。看你的样子，没受什么伤嘛。区区玄冥神掌，未必伤得了人。那7重七花膏呢？3师伯他们果真中的是7重七花膏。张教主，你要黑玉断虚膏，我可以给你；你要7重七花膏的解药，我也可以给你。不过你要答应我做3件事情，我便心甘情愿地奉上。但是你强迫逼我，哼，那么你就杀我容易，要得到解药却是难上加难了。你说，哪3件事？我早告诉过你了，我现在想不起来，等到我想起来了，我自然会告诉你啊。只要你承诺于我，绝不违约，那便成了。放心，张大教主，我不会无理的要你去摘天上的星星月亮，更不会叫你去做违背侠义之道的恶事。当然了，也不会叫你去死，更不会叫你去做猪做狗啊。好，赵姑娘，就诚如你所言，只要你给我灵药，治好我于3伯和殷6叔，今后但叫你有所命，张无忌绝不敢辞，赴汤蹈火，为君所使。好，那我们就接掌为是。只要我把解药给你，日后我要你做3件事，只要不违背侠义之道，你务当竭力以赴，绝不推辞。张无忌，谨遵誓言。哎，现在你肯要我的东西了吧？
不要就算了。我不许你把这个金花再送给那个俏丫鬟了。听你的。姐要立刻送到。张教主，请了。毕主人有书信一封，交张教主。张教主，回见。驾。金盒夹层，灵膏久藏，珠花中空，内有药方。二物造成君子左右，何劳忧之深也？唯以微物不足一顾，赐之婢仆，委诸尘土，其贱妾之所望也。早就布好了局，一步一步安排的天衣无缝。他处心积虑算计我，心机之深，令人可怕。这段时间都是你在照顾我的起居，有一天你不在我身边，我还真不习惯了呢。不会的，小昭要照顾公子一辈子。不知道于三峡和殷六侠他们怎么样了？啊，我上一次当就学了一次乖，这一次我把这些药好好的检查了一下，都没问题。乐观的话，很快就可以动了。现在我倒是担心宋大伯他们的安危。要知道他们的下落，很容易啊。怎么说？哼，你去找那个赵敏问一问，至少也就知道了90%。就怕他躲着我。找不到人呢？不会的，公子跟赵敏有3机长誓约，他不会躲着你。你怎么知道此事？公子劝他3件事，赵敏这么厉害无比，绝不会就此罢手的。只是赵敏花容月貌，一想到她的手段，我就汗毛直竖，浑身发抖。我是怕她呀。没错，她的手段的确是匪夷所思。唉，不管他的手段如何的狠毒，我只希望他能够赶快出这3个难题，我去尽力办了，这件事就算了结了。否则终日提心吊胆的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会出怪花招，那日子才难挨啊。王爷，这外面这么热闹，在干什么呢？今天咱们要请客，请的是汝阳王。请他用得着这么大排场吗？今天这顿饭用得着啊！我告诉你啊，他可不是一般的王爷呀。这汝阳王啊，靠的是军功夺得的权威，是靠刀枪杀出来的。在军队中威信甚高啊！再者，他有个女儿，这女儿可要了咱儿子的命喽。你是说那个赵敏？是啊。赵敏？赵敏在哪儿啊？瞧你
这样，瞧你这样，一提赵敏你就神经恍惚、失魂落魄。停，落轿。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我去通报。慢着，今天贵府有什么喜事吗？王爷，今天府里并没有什么事。哦，那怎么张灯结彩的？这是为了欢迎王爷您，本府的王爷特意吩咐摆设的。快去通报，汝阳王到。是。王爷，汝阳王到了，是不是请进来？不要请进来，本王亲自到门口接他。参见王爷。可把你给盼来了，本王迎接来迟，你要多多见谅啊。王爷，何必如此大礼呢？有差遣之处，一令即下，我断没有不驱驰在前的道理呀。哎呀，瞧你说的，快进来，来，快进，请。来，王爷请。儿啊，见过王爷。王爷好。小王爷好。请王爷里面请。坐，请坐。王爷，这是这是特意为你预备的呀，好让你高兴啊。哦，对了，在喝酒之前呢，本王要先行一个小令，以调酒兴，如何？好。听好了啊！绿叶阴浓，便池亭水阁，偏衬良多，海流出战，朵朵簇红罗。如燕雏莺弄雨，有高柳鸣蝉相和。骤雨过，珍珠乱洒，大变星河。人生有几，念良辰美景，休放虚过。穷途前定，何有苦章？命有邀宾玩赏，对方尊浅酌低歌，且酩酊，任他两轮日月，来往穿梭。好，这是元好问的骤雨打星河，王爷念出来，好听，真好听。好听不好听还在其次，关键呐，要深深体味这意思，这个意思非常之重要啊！来，喝一杯，喝一杯。爹，王爷，干！刚才我说到哪儿了？哦，您说到意思重要。对了，这个意思非常之重要。那么究竟是什么意思呢？我对诗词甚是愚钝。其实这个意思啊，很简单，就是说呀，人生在世啊，谁都愿意平平安安、快快乐乐的过日子，谁都愿意诗酒平生啊。
那王爷的意思是？我也一样，我也想每日清闲度日，儿孙绕膝呀。王爷真是好兴致啊！但是有人呢，他就是不让你安生，不让你好好过日子。什么明教啊，南方的流寇，他们就是让我不踏实。更可气的是，在咱们朝廷里，有人不思警惕，居安而不思危。其实现在已经是居不安了。在剿灭乱贼的问题上，因循怠惰，毫无进展。王爷可是在责备在下，在下办事不力之处，请王爷示下。你怎么了？我刚才说什么了？你站起来干什么呀？儿啊，为父刚才说什么了？儿不知道。王爷，在下其实时刻都在想着剿灭乱贼。那好啊，我知道。来，坐下，坐下，坐下。哎，倒酒，倒酒，倒酒，给王爷先满上。哎呀，瞧啊，我说着说着就说到别处去了。今天是喝酒，咱们不谈朝政啊。王爷，你对朝廷的忠心，我岂能不知啊？说实话呀，乱贼呀，剿灭起来其实是不易的呀。外面有人要说王爷什么话呢？我不相信，我绝对不相信。我呀，常被人家讲啊，鲁阳王啊，那是本朝最大的忠臣呐。人家手握重兵，他要是想造反的话，早就反了嘛。是不是有人？哎，你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又跪下了？这是怎么说的呀？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哎呀，起来！哎呀，嘿嘿，我的意思是啊，在下还是办事不力呀。不，哪儿的话呀？我呀，没有别的意思。根本就没有责备你的意思，只是这乱贼横行啊，你呢又身任一方之责，久剿无功吧，难免有些人就起了小人之心。哎呀，你别放在心里啊，别放在心里啊。王爷责备的是，我没有责备你的意思啊。其实啊，本王十分知道你的苦处，哎，但是，哎，事情到了这一步，说什么并不重要，人家看的是在下明白了。哎，明白就好，明白就好。来，喝酒，喝酒。王爷请。鲁阳王，本王问你你说这天下是谁的天下呀？当然是皇上的了。此言差矣。如果你说是皇上的天下，也是对的。但是同时你一定要明白。那也是你我的天下呀！想想看，有皇上，有大元，才有你我的爵位。要是没了大元，你我还不得赶回漠北，每天追兔逐鹿啊！王爷责备的是，刚才不是说了，不是责备你，你非要说责备不可呢？其实本王那是在责备自己呀。哎呀，你呢，
领兵十分辛苦，很多事呢，你说本王也照顾不到，也帮不上什么忙。什么事，劳动王爷？不说。哎，对了，你去把王妃请过来啊，去。来喝酒。有请王妃。王爷，娘，找我来有什么事吗？今天大宴汝阳王，来，你也敬他一杯。来，请。啊。谢王爷，王妃。哎，客气什么？你就应该把这当做自己的家。是，坐。坐吧。哦，对了，王妃，你好像有什么事儿要问汝阳王来着？赵敏姑娘她怎么样了？你紧张什么呀？王妃没有别的意思，就是啊，王妃啊非常喜欢赵敏这孩子，是啊，我也非常喜欢他，我们儿子那就更喜欢他了。这孩子太风野了。哎，说什么风野呀？女孩家嘛，少时难免风野一些。哎，可是，一旦成了家，有了孩子之后啊。这心就该收了。就是啊，他这种孩子，谁都不会喜欢他的。这叫什么话？怎么会没人喜欢？比方说，我是打个比方啊，比方说，赵敏，如果是到了我们家的话，我们就会非常喜欢他的呀。是啊，爹，您说的是真的？这孩子，什么叫真，什么叫假呀？这是把酒聊天，真亦假，假亦真。王爷，你们继续，我先下去了。也好啊，慢走。哎，坐，接着聊啊。你说这事儿啊，说着就说到大事上去了。其实有什么大事啊？不就是生生死死？那怎么样啊？就那么回事嘛。王爷，我对朝廷一片忠诚。我知道，要不然我怎么会如此隆重的来宴请你啊？是。汉人呐，有一句话说的不错，不知你听过没有？叫做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呀。这句话最有趣的，就是齐家。你想啊，家若不齐的话，天下也难平啊！是啊。再说赵敏这孩子啊，真是冰雪聪明的奇女子啊！王爷有这样的女儿，我真是羡慕之极呀！哎呀，聪明是好啊，但凡事啊都有个度。这聪明要是大发了，就容易走邪路。走了邪路了，就难免为匪人所趁。为匪人所趁呢，就难免连累家人了。如果皇上动了雷霆之怒，那覆巢之下再无完卵喽。小女不知跑到哪儿去了。他要是回来的话，我一定严加看管，不让他出去。这话不对，怎么能不让人家出去呢？关键是啊，到什么地方去啊？比方说，到我们家来的话，那就很好啊，可以陪王妃聊聊天儿。王妃没空的话，我儿子赵强可以陪她呀。是啊，孩儿求之不得。我一定照办。听见没有，赵强？王爷都说照办了，你还不快表示？
谢谢王爷。啊，王爷，前方的军情……哎呀，什么军情不军情的？你呀，领兵有方啊，这我还能不知道吗？来，请坐，请坐下。一家人嘛，来，咱们接着聊，接着喝，来，干啊！王爷。小心张良，这酒喝的真是尽兴啊！喝酒的时候有些话说的不对的地方，你可不能在意啊！下不为例，下不为例。请，走好啊！小心啊！你们回去吧，回去吧。起轿，走。爹，您今天说话怎么颠三倒四的？怎么说话呢？这孩子真是不懂事。可不是嘛，东一句西一句的，听得我都糊涂了。你糊涂了不要紧，他可是听明白了。你不懂啊，孩子。他是个王爷，手握重兵啊。我对他如果责备的深了，恐怕逼急了他，反而不好。可是有些事我必须点给他，否则他过分骄纵起来，对我大员不利啊。这是权术，你得好好的学啊。可是收到明命，说到泯命，那就更要严加管束了。难道你让我一个堂堂的亲王去低三下四的向他求亲吗？就算我放下了脸面，那姑娘本来就野，这样进了门，家里还不闹翻了天呢？我得让她把孩子管教好喽，再送上门来，这难道不是最好的结局吗？爹，您这样做事，用心太深了。用心？做什么事不得用心呢？不用心，那就要被人家驱使啊！对了，你想想，路上那些马为什么那么辛苦啊？被人赶得这边来那边去的，就是因为他们没心。再者说了，孩子，为父做的一切，还不都是为了你吗？你要懂得我的苦心呐。其实，要以为父的本意，我才不喜欢赵敏这类的女孩子。我看这女子啊，早晚得惹出大祸来。她一个女孩子，能惹什么祸呀？女孩子怎么就不能惹祸了？女孩子还有亡国的呢。可是明明……行了，该说的我都说了，该做的我还要去做。为父实在是太累了，去吧。是，爹。
参见齐王爷。哎，都是亲家了，干嘛这么多礼啊？哦，小侄见过汝阳王爷。说什么呢？啊，傻小子，聘礼都下了，日子也定了。哦，小婿见过岳父大人。长汉呢？咱们两个也该聊聊了。你说这儿女的亲事，本来就应该是咱们这些做家长来决定的，对不对？我呢，你知道王妃已经病了，实在没时间和精力过问这些小事情。再这么想，反正我定下的事情，你是不会反对的，对不对？啊，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呐！为了咱们儿女的婚姻幸福，白头偕老，咱们也不免入境随俗，学学汉人的样子，批八字儿、算命盘、定长生。这2天，我接连找了10几个算命先生，总算定了黄道吉日。你看看，全写在这上面呢啊！哦，对了，有件正事忘了，昨天皇上召见我了。长汉，你的麻烦可大了。齐王爷，最近有一个明教，是不是？新任教主叫张无忌，是不是？啊，是。果然呐。哎呀，这个张无忌胆子也太大了。前几天他公然宣告天下，对抗我朝。哦，对了，瞧，我刚刚接到的举报啊，我念了给你听听啊。朱元璋、徐达、汤和、邓禹、花云和常遇春的人马在淮北、亳州一带起事。徐守辉、邓普望等在江西干饶、元信、株洲起事，全闹起来了，搞的是怨声载道，民不聊生。为江山社稷计，为黎民百姓计，吾皇震怒，当场斥责你怠忽职守。尽管如此，我还是为你说情，替你周旋，替你扛了不少的事。皇上的怒气啊，才慢慢的平复下来啊。齐王爷恩德，臣敏感无内。哎，行了，一家人咱不说两家话了啊。不过这只是暂时的，这是权宜之计，长此以往我也保不住你呀。灭明教，全由敏敏主事，他从未懈怠。你呀，实在是太娇惯你的女儿啦！啊，舞枪弄棒上阵打仗，这哪是女孩家玩的事啊？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她又不是文武双全，也做不了我们家的儿媳妇啊。能与齐王爷攀结亲家，乃臣殊荣。只是我担心，担心什么呀？担心敏敏的倔强个性啊？她倔起来，有时我都管不住她，所以，臣以为定下亲戚之事，尚需敏敏点头。不是我说你，长汉，你实在是……好了，这样，我来问敏敏，我来问，敏敏她人呢？她去了万安寺。今天该找谁了？回郡主，武当派。跟我走。你宋青书出来。青书，要抓我，别抓我儿子。不必急，宋远桥，早晚会轮到你的。带走。是。有事找我，别抓我儿子。
爹，师兄，师兄，放了我儿子，放了我儿子！你们内功尽失，有如凡人，想少数